所以说由这个12个宫位当中的每一年每一个月份，它又可以推论出吉凶祸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经由我们的天盘推论出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种种的迹象，以它的吉凶祸福，这就是紫微斗数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我们所谓生命的一个命书。当然由于紫微斗数它是属于帝王学，它也可以论及到我们的三生三世，就是追溯在我们的前世的一个因果。大家好，我是灵机。近期呢，收到大家的私信，都会想要询问说，紫微斗数它到底是可以算些什么，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生命中它代表的所谓的一些含义又是什么？那紫微斗数的12个宫位当中，又可以看出些什么样的端倪呢？今天我们就借由这个视频跟大家简单的叙述说明一下。大家好，我是灵机，欢迎来到紫微斗数的命理世界。而紫微斗数是什么？我们又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命盘来看清我们一生的运势？紫微斗数的历史起源，它其实是距今3500年前我们中国的商朝。近期用《封神榜》的故事开始描写里面的人物，让我们方便记忆与更加快速的融入紫微斗数奇特的一个智慧。紫微斗数相对于八字论命来讲，其实起源的更早，而且又是同源于周易，并称为中国传统命理学的2大派别。而紫微斗数论命推命，它又包含了天文地理风水，比方说我们的住家的风水，还有就是五行阴阳五行，但是它又注重与社会的环境关系，比方说经由我们的田宅宫、迁移宫，又可以看得出我们的居住环境，还有与社会环境的一个关系，包含我们与朋友的一个人际关系，都可以由我们的紫微斗数命盘当中推敲而出。在中国的神秘预测文化中，也特别名列为5大神术之首，号称为中华第一神术。这样子独特而且精准的星盘，至今错误是非常少的。这个实在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页的奇迹与先人的智慧。紫微斗数之所以在古代被称为帝王学，其实在明朝、清朝的时候，皇宫中设有钦天监，对其加以研究。能够接触到紫微斗数的人呢，只限于在皇族当中，或者是由皇帝钦点的官员。这也就是为什么八字在中国民间流传比较广，而紫微斗数却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原因。之后也随着国民党进入到台湾，带走了大批的财富，还有一些大贵族，当然也不乏就是封建皇族的后裔。因此台湾开始有一些专家对其研究、分析与探讨，还有就是广为分享。所以紫微斗数其实是秘传之术，也因此紫微斗数在港澳台的地区知名度会比大陆高出许多。大家都会好奇紫微斗数到底是怎么看，然后紫微斗数论命又是怎么样子一个论法，能看些什么呢？所谓的天盘，就是说一般我们将我们的出生年月日的时间，把它输入到我们的 APP 的软件里面，然后用一个人的所谓的年月日时的基本算法，它可以推算出我们一个人的天盘，也有人称为净盘。比方说会有一个叫做父母宫、命宫、兄弟宫、夫妻宫，这些都是有12个宫位，就是我常说的12个宫位。财帛宫、疾厄宫、迁移宫，还有交友、事业，经由这么多的宫位，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比方说我们的父母的长相，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命运的吉凶，还有兄弟宫的兄弟姐妹的多寡人数，还有就是夫妻宫，未来夫妻另一半长什么样子，还有我几个子女，我子女的成就。另外就是财帛宫，我对钱财的一个赚钱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的疾厄，比方说我们会生什么病啊，高矮胖瘦，还有就是迁移宫，
遇到外面的贵人是不是对我们有所助力，适不适合出国移民或是到外地去创业。那交友宫呢，它就是我们对于就是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成为我们的贵人，还是会成为我们的损友。再来就是事业宫，事业的发展的一个方向，还有趋势吉凶。田宅宫就是我们住所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状态。再来就是福德宫，福德宫就是代表我们也常说我们的福气，还有就是晚年的生活，包括我们的人事物，这些都可以在紫微斗数的命盘当中显现出来。当然由于紫微斗数它是属于帝王学，它也可以论及到我们的三生三世，就是追溯在我们的前世的一个因果。好，经由我们这个天盘，我们可以看得出命宫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癸未这个宫位，父母宫在我们的甲申这宫位，这就是包含了天干还有地支。这14主星就是红色的这个叫做14主星。14主星有廉贞贪狼、巨门、太阳、太阴，还有天府，然后呢紫微破军，这些红色的都代表14主星。而没有14主星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空宫，这就属于所谓的空宫。那这当然就是说，以父母宫来讲，赐予我们生命，我们的命运就开始，故事就由此而开始。接下来有可能我们会有产生兄弟姐妹，还有长大成人之后呢，我们也会结婚，有另外一半，然后接下来就是建立一个家庭和子女的产生，还有就是既然养儿育女成家立业，就必须要去赚钱生财。再来当然如果在劳动之后呢，它也有可能需要就是我们的体力，是否我们有很多的体力能够支撑。再就是我们的对宫，命宫跟迁移宫是两个对宫。那迁移宫呢，代表就是我们的外面的事业的状况，还有就是说是否有个贵人能够相助，还有就是我们是否适合移民创业或到外地去工作。再就是朋友对我们的助力是好还是不好，是贵人还是损友，就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在事业宫，事业宫它对宫的话，就是我们讲是夫官一线，就是夫妻宫跟官禄宫，它是属于叫做对宫。当然有我们的事业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事业的发展的一个方向，田宅宫是不是有房子，未来是不是有不动产。我们的福德宫也代表了我们的福气，还有的晚年的一个气数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经由我们的天盘推论出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种种的迹象，以它的吉凶祸福，这就是紫微斗数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我们所谓生命的一个命书。那至于紫微斗数要怎么去看流年呢？好，我们现在就借由这个天盘来看这个命盘，我们要怎么去看流年的一个宫位呢？比方说今年是辛丑年，我们先找到丑的宫位，这个是辛丑年。像去年的话是庚子年，那这就是去年的流年命宫。那辛丑年今年就是今年的命宫在这里，那这就是流年的兄弟宫，流年的夫妻、子女、财帛、己厄、迁移、交友宫，这是官禄宫、田宅宫，这是福德宫，这就是父母宫，这就是流年它的一个流年盘。当然在这流年盘当中呢，它有可能分为月份，有可能是1月、2月、3月、4月，就从1月份分别列在这12个宫位当中，还有可能是1月、2月这样子下去算，顺月下去算。因为我们还是照，比方说子，它就可能可能是12月份比方说12月，那这个就可能是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9月、10月、11到12月份，它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排法那当然就是以每一个月份，它又有分每一个月份的一个流月，
当然我们还是今天讲的是流年，所以说有这个12个宫位当中的每一年每一个月份，它又可以推论出吉凶祸福。当然这个推论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才有办法推敲出它的一个吉凶祸福，这个就是我们要看流年的命盘要怎么样去推敲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模式。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天盘介绍，大家对于紫微斗数怎么去论命，怎么去看10年大运，天盘怎么看，还有就是流年的每一个宫位怎么看，就是以上简单的介绍与叙述，希望大家能够对紫微斗数我们的国学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与认知。谢谢。